那我们今天要讲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林和老师，情局8年是如同一场大梦，一个电话呢给他梦打醒了。但是人生的路呢也就塌了。我们今天不谈对错，只谈因果。那看看这无数的命盘当中呢，写了一段怎样的孽缘啊？大家好，我是林鹤。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林鹤说频道。那我是今天的做客主持人安南。今天林鹤老师的频道呢，就来了我们的新面孔，我们的慕云老师。大家好，我是慕云。那其实我们今天这位叫茉莉的朋友呢，给我们的 WhatsApp 后台发来了一段很长很长的文字，我就以他的第一视角来念了。林老师你好，我跟他在一起8年了，从24岁到32岁，他一直说会离婚。那我就一直这么信，一直这么等，直到昨天，他的太太直接给我打电话了。我原以为他会歇斯底里的骂我，没想到他却格外的平静，只是对我说了一句：“妹妹，你今年在他身边已经是第8年了，你们的下一个8年，你准备好了吗？”那我当时，我竟然不知道怎么回答，我哑口无言。后来我托私家侦探去查才知道，他根本就没有想要离婚。他的太太家世显赫，他的事业全倚着他的老岳父，而我3年前为他流掉过一个孩子，因为那个时候他跟我说，我们还没有到时候，我一定会努力的，让我不要害怕。他太太的那个电话呢，惊醒了我，也把我推进了冰窖，我才突然发现自己这么多年了，竟是一无所有。谢谢林和老师看我写了这么多，我把这些说出来，就好像把那个傻了吧唧的自己留在了过去。也不想再知道他的报应了，似乎一切都与我无关了。我已经32岁了，我只想说，老师，我的人生一片废墟，我还能重新开始吗？我想知道就是您们2个人听完，您们2个人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我觉得是一种很深的徒劳吧，就是这么长的一个时间，8年了，所有的爱恨都成为了一场空的感觉，然后在对方的世界里面呢，这只是一个可以重复的流水线，就像是你的8年结束了，还有另外一个8年，就我根本在你的世界里面就不重要，不存在。我反而是看到了一种很可怜的一个刚刚出社会的懵懂的女孩子，一步错步步错，是对，甚至是陷入了一个情执，对吧？她的执念其实是很早很早以前就开始了，对吧？你比如说3年5年总该醒了吧，他到了8年一直都不放弃，那可能他执着的早已经不是最开始的那个人，因为他不想承认这段时间就是错的，我就是一种错误的付出，一种错误的路，他不能承认，所以这是一种深刻的自我价值的迷失啊。其实我觉得如果我们要看这个茉莉女士的故事呢，第一个要问的不是说她为什么不离开，而是她为什么会走进这个梦走进这段感情。那而且呢，她还不舍得醒来，就是从根儿上看呢，这类朋友的这个心性当中往往都存在一个共同的点，就是他们活在对爱情的想象里边。那这个呢，不是说活在一个真实的关系当中。那从命理学上来看呢，这种执念执着的根源，往往在于命局当中的一些能量成瘾比如说像偏印过旺那这种人呢就容易心性过重，内心孤高。那偏印呢也讲的是天马行空、奇思妙想胡思乱想，其实是与现实世界是有隔阂的。那他们很容易在自己的内心世界就是构建出一个非常完美的对象，并且呢找到现实当中的人去对号入座。对，所以当他发现现实跟他所想象的有冲突的时候，当他发现的时候，他不是说我要马上走出来，他真的是一步错步步错，然后甚至是越陷越深。其实不需要这个大太太的提醒，他其实自己也知道对方拙劣的这种谎言，你可能3、5年也看清，但是为什么他一直在自圆其说，并不是说对方的谎言有多么的高明，一个男人有多么的完美，而是他需要这个谎言，他需要这个梦当这个男的一次次失信，你想哪一个女的可以等一个男的8年对吧？所以他不是不知道，他在现实中是很痛苦的。现实是残酷的，往往
就是当你自我感动的时候，其实在别人的眼里可能就只是8年而已。其实，在别人眼里，我只是买了你8年，就是根本就对于他们一对夫妇来说，你的这8年没有任何的价值。所以我觉得他其实不是在爱一个人，反而是在完成一种，就是编造一种属于自己的爱情故事吧，因为他在自我感动嘛。我觉得你说的很对啊，就是他深陷的呢是一种，就是对于自己深情人设的这种迷恋。对，那个男人呢，只是他用来演绎这个故事的一个工具，或者是角色。是啊，他越是不合格，就越能够衬托他自己的执着呀、付出啊。他捍卫的呢，就不是那个男人，而是说用自己这个8年的时间啊，无数的这个心血搭建起来的那个。就悲情女主角的那种人设呀，对吧？那偏印很重的人呢，就心欲是最难破的，因为这座心欲的建造者和守护者都是他，囚徒也是他，对，囚徒也是他。所以我老说一句话嘛，就是如果说你进入了一个监狱，你哪怕是这个监狱的看守者，你也跟蹲监狱没有什么区别。所以他舍不得的呢，是自己投入这8年的心血啊，主演的这一出戏。你叫醒他呢，就相当于告诉他，哎，你这个戏服是假的，你这个舞台是空的，对吧？你只是一个对着空气自演自说的这么一个念台词的人。对于一个入戏太深的演员来说呢，这个就是毁灭性的了。所以说呢，梦的开始啊，不是因为别人太会骗，而是我们自己啊太需要那个梦了。我们需要那个梦，让自己感觉我很特殊，我很特别。需要那个梦呢，为你自己的平淡生活或者痛苦的生活赋予一些戏剧性的意义。所以当我们自己成就了这个梦唯一的建造者和观众的时候呢，就是叫醒自己啊，这个就成为了世界上最难的事儿。所以有一句话呢，我觉得说的也很到位，就是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啊。是。但是我还是想知道，为什么是8年那么久呢？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能量能支撑8年呢？我觉得你这个问的也很好啊。是我认为首先呢就是沉没成本，还有一个是自我证明的这个组合吧，这一个组合拳，他投入了8年的青春啊，无数的精力心血呀，对吧？那投入到这段感情当中，如果他承认啊，我这个感情就是一个骗局，就是一场戏，就是一场错。对吧？那他就成了一个笑话了，对吧？那他为了证明这8年呢，他不是个笑话，他只能是继续的往里头去无限的投入，是对，指望最后能翻身。其实这个就跟赌徒是一样的，我总觉得能回本，我总觉得能回本，对吧？但是你殊不知，当你踏上这个赌桌的第一步，你就已经输了。是。那我们如果从命理的格局上面来说，是怎么看呢？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涉及到了官杀和印星的复杂交战。那这个官杀呢，它代表的是压力、规则。那对于一个女子来说啊，官杀也代表的是夫星，对啊，就是她的另一半。那你的官杀呢，它很混杂，那就代表的你的感情是混乱复杂的。而这个印星呢，代表他内心的依赖和幻想啊。刚才说了，他偏印很重，对吧？他的幻想，对，天马行空，胡思乱想，对吧？那他的官杀无情的冲击他的时候，他的印星呢，本来印星是护官的，对啊，但是他印星他已经天马行空了嘛，对吧？他就很难去保护他了啊，反而会加剧他的内耗和依赖，形成一种痛苦的这种闭环的这么一个成瘾性的循环。对，其实真的就是你明知道是错的，但是因为它能止痛，就跟你抽鸦片一样，你知道那个不对，但是你成瘾了，就像是你为了止痛要不停的吃止痛药，那越吃越多，反而在加深你的病情。他知道是错的，他不是不知道，他肯定知道的，所以他大老婆打电话的时候，他才能一言惊醒梦中人。其实他之前一直在沉睡，他不是不知道。只是他装睡，他不想清醒。他在这段感情里面感受到的所有的痛苦啊、等待和委屈啊，非但没有让他离开，反而是让他歇斯底里。因为有甜头，也有不好的痛苦，他舍不得那些好的，他舍不得那座牢笼，对吧？但是他却把这种当成一种真爱的证明。他把自己的所有的痛苦当成了深情的宣章。你看，我是爱你的，我愿意为了你等这8年。
对吧？他给自己一首赞歌，当全世界都觉得你不值的时候，你反而会叛逆，你们不懂我，我这是真爱啊，对吧？但是他自己不知道吗？其实他知道的，要不会一下子就被敲醒了。其实就相当于踏进了一个舒适圈，因为可能已经被圈养了8年，你没有办法说在不依赖这个人的情况下自己去踏出第一步。其实跨出去是很难的。当你跨出去第一步之后，以后的每一步都很好走了。只不过跨出那一步太难了。所以呢，当这个正室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不是歇斯底里的骂他，而是以一种居高临下、看透一切的语气，轻飘飘的问他：你准备好下一个8年了吗？对，你还有几个8年，是不是？所以这才是让他真正要去敲碎、真正要去崩溃的点。对，如果对方是歇斯底里，他可能觉得我赢了，但是没有，那反而更加证明可能这个男的不止在外面有这么多个8年的女孩子，所以正式才轻描淡写，无所谓了，对吧？因为他已经看太多了，所以正式可以这么的平淡。他甚至觉得这8年，因为对于茉莉来说，8年是一个很长的时间，在他自己的剧本里面，8年是苦情的，是伟大的，是我付出了很多换来的。但是在他的老婆眼里看来，8年而已，所以这才是真正让茉莉要清醒的那个点。但是其实在我个人看来，我觉得那通电话其实并不是摧毁，而是他的救赎，就像一道光照进来了，就是告诉你你要醒了。对，其实这是很掷地有声的。当外界告诉你这就是事实的时候，就足以把你内心所有的梦给打碎。所以坍塌的不是他的人生，而是他给自己铸建的那个金丝雀的那个牢笼。对，他在这个监狱里面醒过来固然是很痛的，对吧？我不愿意承认，你干嘛要告诉我这个事实的真相？但是当你告诉了我的时候，我的梦也该碎了，也该醒了。那其实这是一种更好的救赎，对吧？所以这是真正在假性的世界里面去清醒的时候，固然是痛的，但是你可以打破你这个牢笼的时候，才是你真正破茧成蝶的开始啊！对，就我觉得，与其你温水煮青蛙慢慢的死去，还不如我一痛醒之后浴火重生。对，我努力的踏出第一步，寻找自己的人生。其实我觉得辩证的看啊，这个他的大太太给这个茉莉打这通电话呢，其实是让茉莉从一个就是自己虚构的一个悲情女主角的这个人设里头啊，一把给她拽出来，醒醒，对，醒醒，就是给扇他俩嘴巴子，然后给他扇醒了，对吧？让他看清了自己在别人剧本里的这个真实的角色，只是一个可重复的周期性的这么一个背景板，就像刚才慕云老师所说的。你这8年是你的，对吧？但对于他来说，他可能有无数个女的给他这8年，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挺悲情的一个故事。但是呢，虽然悲情，虽然痛苦啊，但是这个也是一个清醒的开始。所以对于茉莉来说呢，以及所有有类似处境的这个朋友啊，我想说，命运的转折啊，往往在于你最深的痛苦。当你发现自己躺在废墟当中，不要哭泣，因为你终于看见了天空。虽然说他已经看到了黎明嘛，就是经过了黎明前的黑暗，他看见了黎明，但是我还是想问，那他要如何在这个废墟中靠自己的力量去建设属于自己的城堡呢？我觉得第一步啊，就是得承认，就是诚实的对待自己说啊，我这8年，就是爱错了，就是错付了。大胆承认自己的错误，对，不要用什么青春无悔啊我不后悔啊来美化它。就当你说出我不后悔这句话，就证明你自己没有反省，但是你后悔了，你痛过了，我承认了，对吧？这样才能够真正的告别告别这个男的，也告别曾经的自己。是。那第二呢，就是把这个男人的目光收回到自己的身上。但是这8年呢，你要再辩证的看一点这个女孩，这个茉莉。他也学会了怎么去忍耐、洞察，然后包括一些共情的能力，对吧？你把这些精力如果用在自己身上，或者说你把这精力用在事业上，对吧？我觉得他也是可以成就一番事业，或者去经营一段更健康、更好的感情的。我也相信他未来呢是可以爆发出巨大能量的。那接下来呢，他要走的呢就是不再依附于人的官杀运而是成就自我的食伤运。他需要把这段经历赋予他
深刻的这种洞察力啊，然后感知能力啊，用于创造，用于书写，那就这样他才能活出真正的自己。是，那个时候他才能发现，他曾经苦苦祈求啊，希望人家给我点爱吧，对吧？其实呢，这些东西只是他内心浩瀚海洋当中被堵住的出口。那么今天的话呢，送给后台给我留言的这个茉莉，也送给他所有和他经历相似的人啊，梦醒了，不是让你咒骂黑夜，而是为了让你看见天亮。当你自己立起来，成为你自己生活的编剧和主角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过去那段看似无法逾越的深渊，不过是你脚下的一块垫脚石而已。是，也愿所有在情路上跋涉的朋友呢，愿我们今晚的对话能够为你带来一丝清凉，看清自己是为了更好的前行。是的，其实我觉得所有要经历的东西呢，对于我们的人生而言，它都是一个课题。哪怕你遇到了好的人或者是坏的人，每一段感情都是一份礼物嘛，就是你总会从中获得一些能量，或者说一些向上走的一点动力吧，我觉得。对，我其实想送给所有的女性一句话，当你把幸福寄托在他人身上的时候，你不如靠自己去经营，去强大自己，幸福会主动来找你。就像一句话，你若盛开，蝴蝶自来。对，其实像现在的话呢，女子的地位也在不断的高，跟古代是不一样的，对吧？我觉得很多事儿呢，站立在一个男女平等的这么一个基础上。你女生嘛，看似其实是在感情当中的一个弱势群体，对，但是她自己不能觉得自己弱势，是啊，不能觉得自己弱势，她要强大自己的内心，对，她要强大自己的内心，丰富自己的学识，哪怕说她在变美，对吧？这些东西也都是自己强大自身的一个动作。所以今天呢，在看我们节目的这些女生呢，我也希望你们可以强大自己，丰富自己。这样呢，才可以在感情上披荆斩棘，然后无所不利啊。对，如果命中真的是注定有此情节，那也是你的功课，你要积极去面对它，收获一个更强大的自己。以后再遇到这种，当然一个人不可能一生都在遇到渣男了，但你这是对自己的一种圆满，对吧？你知道通过这件事情自己要的是什么？对，其实我觉得我还是那句话吧，女性呢，内核要强大，还是要先爱自己。当你足够爱自己，别人才会来爱你。不然的话，其实你再爱他人，他们都会觉得你是理所应当。其实我觉得今天呢，这个茉莉的案例啊，它也是一个关于放生的课题。就他放生的不仅仅是这个男生，更是他自己，更是他自己。对。所以今天我请来了慕云老师，还有安南老师来在我们的林鹤说节目做客。主要呢，就是从一个女性的角度，然后来为大家带来一些不同的看法。因为我是一个男生嘛，就我相对于他们来说，我可能不了解女人，但是我比他们更懂男人。那我们这不就形成了一个三角稳定的一个结构吗？完美闭环。是的，对，我们还有不同年龄层次的共情，对吧？可能年轻的人，安南老师可以作为代表，对吧？年龄大的，我可以有一点点的这种理解，对吧？同样这个年龄层次的女性，但是谁都不愿去过这种生活，成为这种角色。所以人生如棋，一步错步步错。希望女孩子可以主动避坑，遇到不对的人，自己要主动放手。是的，放生他人就是放生自己啊。是的，没错。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到这里也差不多该说再见了。对。也希望大家订阅关注我们，然后多跟我们多多互动，然后也可以去我们的后台添加我们的 WhatsApp 去找我们林老师咨询，或者留下你的故事，说不定下一期的故事就是你的。然后我们就跟大家说再见吧，大家再见，拜拜，拜拜，下期再见。